哼，好剧烈的爆炸，崩出来了些什么东西？一块能轻易击碎我法术屏障的石头，还有5枚神符，都是好东西，收起来。总算是没白跑一趟。这些东西我虽参悟不透，可最好还是莫让别人发现为好。没有七彩仙金的线索，想接近渡劫神莲，只能进入天仙书院再找机会。3000道州皆广袤无垠，此处又远离天州。当初在元天秘境也没和此书院的弟子打过交道，这里亦无人认识我。看啊，有人得到了真仙一刻认可，正在聆听教主感悟。好大的造化，一定是凤舞了。去吧。请问，方才大家所说的真仙一刻是何物？连这都不知道，还想进天仙书院？哼，又是个撞大运想蒙混过关的土包子。这不是陈琳吗？号称天仙10美之一，他今天脾气怎么那么暴？嘘，你小点声。他被新来的青衣师妹挤出10美角色榜了，能没火气吗？青衣，那你是不成啊。我只是问问，何必出口伤人呢？去，问本身就说明你啥都不懂。这位道友有话好说，等我进了天仙书院，我们就是同门了。原来是来拜师的呀。今年入院考核时间已过，明年再来吧。哎呀，这就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有啊，你要是能走过天梯，别说收徒了，还可以直接进入渡劫神莲仙池，与天仙10美沐浴修行。进入仙池炼化金蒲果就有希望了。当真？爆炸性消息，有人放言要与10美共度良宵，发起天梯挑战。第一关，侧斑血境极致，来者须以肉身之力举起此巨石。听闻有登徒子闯天梯，道中响起，看来那人闯过第1关了。没想到此人有点本事。师妹如此关心，是怕此人想与你共浴仙池吧？师姐休要调笑，若其人真有那样的实力，怕是师姐也躲不开这一遭。竟然连闯2关，走，我们过去瞧瞧。第6关，分者境，有超脱世俗之能，需突破秩序神炼封锁。第7声，连闯7关，书院竟然出了这等奇才。第8关，问道。
这样，何为道？这个问题只有一次回答的机会，错了当即神火焚身，无人可逃。我等皆在求道，此等问题怎可说得穷尽？何为道？前人答过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。也有人说一阴一阳谓之道，结果全死了。是啊，根本没有标准答案。何为道？若有一天，星空乍立，乾坤倾覆，无数故人红颜白发，魂归黄土，消失在岁月之中。而你虽世间无敌，却只能独自站在岁月长河上，回首万古，独伴大道，又会怎样呢？我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。这就是道，这就是道。好一个这就是道！悟道者需心口相对，知行合一。最后一关，请入此门，试炼道心。就看这关了。你还真要进去啊？入此门九死一生，不如留在此处，与我们长相厮守。不得了啊！就算心池同玉，撑死不过10枚，可比高台上少多了。这人要小心啊！这是这是。可惜，我不吃这套。怎有人敢踏入？求道之心须一往无前，我不受宠，也无所惧。在下界时，你为何不与黄玉联手，一统巴域，拜入仙殿？今日就无需隐名埋姓，苟且偷安。因为下界有许多我需守护之人。守护？守护那些嘲讽你的庸人，以本阴战尽造化，让他们对你顶礼膜拜。造化天地所出，众生天地所养，我有何资格占尽造化，欺夺众生？有心魔来袭，看来这道心试炼也不简单。我天可废灭之仇，你都忘了吗？师仇、云门之仇，我一刻不曾忘却。狱卒、拓跋族、西陵界，我曾亲手诛杀仇敌，此心无愧。那南域神山呢？于子墨呢？难可忍意以私心放过仇敌，可记得他们是如何对待你的师长洪门？你应将所有仇敌斩草除根。若我像他们一样滥杀无辜，是寻未有之仇，那不是报仇，而是结仇之举。
我被弯骨之时无人相助，为何他人受难之时，我却需出手相助？弱肉强食，天理如此。你该想想，若弱肉强食乃是天理，那你我弱小时受尽人欺，就合乎天道，又何必心怀怨念？现在若有位教主级高手现身于此，实力远强于你，你愿任他予取予求吗？道心坚定，天梯已过。他果然也在此地，正好可以打探一下此天仙书院的情况。不错，不错。前辈，你既已踏过天梯，可愿入我的道场？看样子是天仙书院的院长，请问入了之后，能让我去神池泡上几天吗？入我道场，仙池自可任意出入，但望你莫要沉溺女色而忘却修行。前辈放心，我一心求道，绝无他意。既然如此，和我离去吧。人不见了。人呢？闯过天梯的天才去哪儿了？方才高台上起了烟雾，那人好像被一位高人，应该是书院的老院长带走了。哪来的老院长？老院长尚在闭关。难道是那个人回来了？至尊道场，不是天仙书院吗？那些不重要，都差不多。赶紧随我立誓。弟子诚心入教，若日后生叛教之心，将深受天罚，永坠劫土，遭受种种磨难而亡。要不要这么歹毒啊？这是入了什么黑道帮派吧？还不立誓？弟子诚心入教，若日后生叛教之心，将深受天罚，永坠劫土，遭受种种磨难而亡。好了，你立誓，永不能叛教哦。好了，你立誓，永不能叛教哦。草率了，只是为了渡劫神莲随便立个誓，没想到他还加了元神印记。不过，就算你忠心耿耿，他日若不能称尊天下，我也定将你逐出山门。前辈，您怎么称呼？齐道林，你可曾听过？来上界这么久，也没听过这名字。久仰前辈大名，如雷贯耳。哦，是吗？什么情况？怎么松了口气啊？难道这老头身份有啥问题？那个前辈，这就是咱们书院的道场，它有多大？心有多大，
我们的道场便有多大。那要是我气吞山河呢？那咱们的道场就气吞山河。前辈，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啊？咱们道场就算再大，飞这么久也该飞到边缘了吧？我都说了，心有多大，我们的道场就有多大。你还没有领会我的意思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整个道场就这么一道门阙？答对喽。进入山门就是我们至尊道场，3000州都是我们的后院，岂如他教画地为牢？就算如此，咱们天仙书院也不能去别人的地盘上修行吧？谁和你说这是天仙书院了？至尊道场超脱于天仙书院之上，怎么会属于他呢？记住，你是我至尊道场的传人。想我10号一世英灵，竟被这老头给骗了。真的要走？每一步我可都正式询问你的意见了。我至尊道场贵为上界翘楚，在众教之上，而且每一代都只有1名弟子。你做个道场传人，不比去天仙书院做个普通弟子强。每一代只有1名弟子，所以整个门派只有我们2个人。答对了，至尊道场可不是谁都能来的。我信你个鬼！和那破仙殿一个套路。我至尊道场与仙殿势不两立。哟，看来有故事啊。把我教弟子与仙殿门人力斩至。这倒是和我气味相投，只要遇到，我也绝不会放过仙殿之人。你看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？你肯对付仙殿，我自然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。那先请教前辈几个我修行路上的问题。好，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，有什么疑惑尽管问吧。难道是真龙一骸？杀进去！一定要杀进去！前辈，这世上真有轮回吗？这世间没有人可以不断转世，但却存在轮回。什么意思？没有轮回的人，但却可能有轮回的旧事。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死了就一切成空，怎会有人超脱出来？如果非要承认，再相见，那就是几个纪元后了。记住，这世间没有轮回的人，一切都在今朝，皆在此时。还有什么疑惑吗？仙古纪元论的是仙道，求的是仙法，而这一世却是神道，孰弱孰强？记住，万法殊途同归，不分高下。无论你所修何法，都要努力提升修行，因为将来必有大乱。乱在何方？远方，大乱将近。那到底是什么？不朽。这个齐道林抢弟子，抢到我天仙书院来了。哎，也未必就是他干的。与其在此猜测，不如去当面对质。走了，换一处修行我的大法。什么大法？去了便知道。
这家伙虽然声名狼藉，但看起来修为又大涨了，竟能预知我们来此，提前跑了。罢了，由他去吧。我们有凤舞、青衣，足够了。毕竟当年他走完天梯是想偷师。我有9大神通、5大涅槃法，更有横扫3000州的绝学无敌道，还有包括但不限于天仙书院的各教道统秘术。你想学点什么？什么时候可以去仙池看渡劫神莲呢？没出息！我好好修炼神术，就知道沉迷女色，以后怎么跟我出去闯荡江湖？那我学无敌道。算你有眼光，那就先学八九天宫。八九天宫？听说了吗？荒漠上有一座山在疯跑。我一说是山神现身，要我说可能是大山孕育仙金而成灵，也有可能是这看似魔力的苦心，却能将肉身、法、精神高度统一起来。当你修到不分彼此的时候，八九天宫才算真正入门。这哪是八九天宫，这是愚公移山，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。不会吧，连道场的门面都是假的。柳师兄，这就是你带我们来访古的至尊道场啊！强大的符文不曾溃灭，看来此地的确曾经无比辉煌。辉煌？小柔师妹，你很傻很天真啊！此地昔日可是恶名远播。陆师弟所言极是，想当年这里的道主跟过街老鼠似的，天下共搅，人人喊打。说的是祁道林啊？他做了什么坏事吗？除了我天仙书院外，此人先后加入了10几个最顶级的古老道统，结果是为偷师、偷宝物。你看，这山门就是造化书院偷的，还偷了天人族的天阙，还偷了黄慧简，打算去捡纪灵大人的灵羽炼扇子。怎么像我熊孩子的时候？我还听说，这人差点将老院长的玄孙女也偷走了。嘿，这老不休还好意思想我好色？恶人自有天收，你别看他嚣张，结果刚刚被选中继承道统，就有强敌来犯，最后整个宗门都被毁了，就逃出去他一个，简直就是扫把星。据说是仙殿最古之人从太古沉迷中复苏，并邀其他几名至高人物一起围攻的。难怪祁道林对仙殿恨之入骨。那后来呢？听说数千年前，那祁道林再次现身此处，还真忽悠了2个笨蛋做弟子，结果没几天就又被各教弟子打散了。所以啊，这破山门早已失位，怕不是傻子才会拜入其门下，还说什么辉煌。那得多傻才能被骗入这小破山门？你们说谁呢？兄台，我们不过是说些闲话，未曾冒犯。冒犯大了，我就是你们说的傻子，至尊道场的大师兄。你一个被骗入破落宗门的傻子，脾气倒不小。马上让你知道，到底谁才是傻子。
好大的口气！切！啊啊！没人！哎呦！你是成精的柳树。哦，这些鹿茸，算你补偿我这几日的辛苦。看在你与柳神同族的面子上，今天放过你。回去告诉所有人，至尊道场已有传人，想来找麻烦的，我就在此处等着他们。不错不错，孺子可教也。入至尊道场变成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的事儿，你可没说。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什么叫瞒着呢？我是觉得，等你学会了八九天功，自可在上界纵横，哪还有人敢打呀？没必要说而已。你可知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之理？既有美味，怎不孝敬一下？你这尝一口，尝了一滴不剩，要不白吃你的。不是要去仙池吗？哎，拿着它，你就可以在天仙书院畅行无阻了。这可比你那鹿茸汤金贵多了。拿这玩意儿就可以去仙池浸泡，不被赶出来？当然，还不快去，说不定能碰到石美啊！行行。果然畅通无阻，这糟老头没骗我。灵气浓郁，渡劫神涟漪就在此之中。精气渐浓。雷云密布，仿佛无时无刻都身处雷劫之中。渡劫神灵原来是这个意思。
还能主动警戒四周，随时发起进攻不成？搞出动静，引来术业的高手可就不好办了。总不能在最后一步功亏一篑。对呀，这渡劫神莲既然能滋养仙池，必定会散溢出自己的精华，进不去。等了精华出来不也一样？怎么回事？我不配吗？金普果啊，金普果，想不到有了渡劫神莲，却无法借助它来练我。这感应，难道这两种东西本来就是互补的？可就算这样，我也没办法把金色之液汇聚到身体里。莫非？这金普果太诡异了，竟然蕴含可怕的大道法则，外攻击身体各处，内消耗元神。幸好和渡劫神莲相互吸引，互补互成，逃过了一劫。虽只一小口，但效果显著，肉身的法力免疫能力更强，体内还多了一股勃勃生机，可以让法力免疫持续的时间随自身成长。想不到还有我难以下咽的东西。浪费，只剩下最后一点儿，最后一口。怎么会？仙池中有人。他怎么也在这儿？哪里来的登徒浪子？被他误会了。我不是有意偷看你的。我修行尚未结束，等会儿再向你解释，成不成？解释什么？仙池今日只为女众开放，
你敢偷入仙池，就是图谋不轨。上来就放大招啊！我修炼未完，无法躲避。好吧，就让子金是我效应的试炼。法术免疫。我真没图谋不轨。再说你我之间，放肆！与我有何关系？赵剑术。如今气血溃败，得速战速决。再打引来外人，此事就越发纠缠不清了。小贼，还敢妄言！范冰已快到极限了。隐身是道，灵力入仙道神形，他看出我法力免疫已被耗尽了。看你还往哪里逃！赌一把，看看能不能炼化，再增强一些法力免疫。糟糕，动不了了！这么快就恢复了法力免疫？被他这么中和了一下，那果核好似消化了一些，看我出其不意！现在可以好好听我解释了吧？解释什么？敢和我公平一战吗？哎呀，干什么总是一副咬牙切齿，要打生打死的样子？种子怎会？此人的元神要溃散了。鲲鹏，是他。想不到这种子会有如此威力，若扛不住他冲击元神，怕是会身死报销。在下界，你将我囚禁多时，今日总算落在我手里了。你认出我了？宝术骗不了人。
道会死在此处。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还是会。今这是你的前吻，竟然是精神之光！多谢你鼎力相助。赶快恢复元神，早些脱困。原来剑谱果提供法力免疫的秘力，而它的种子则提供生机，方能让这种力量成长。若非此番变故，我怕是会错过这种子的妙用。果然，祸福相依。大功告成了。今后随着我的境界提高，法力免疫也会越来越强。刚才你说，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还是会什么？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还是会。以身相许。我如今行走上界，只以荒为名。我早应该猜到。荒就是你，这世间能如此行事的，也只有你。但终有一日，我会光明正大恢复10号的身份。你又为何要改换面貌，藏匿在天仙书院内？我如今尚不是主身的对手。只得以此来避杀劫。原来你我都有苦衷，无法以真身出现，也算一段缘法。你正经一些，英武之气多一些，比那嬉皮笑脸的样子要好很多。我本就英雄盖世。同为天涯沦落人，不知道何时，你我才能以真面目行走世间。莫担心，有我在，这都不是问题。指望你别太嚣张，惹来更多麻烦。什么话？从来都是麻烦来找我，我哪里找过什么麻烦？其实有时候，我好像不认识你一样，也不知你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。你想太多了，人活一世，分那么清楚，不累吗？听你上界后的经历。我想你的身份终究是要泄露的，天人族不会保密太久。哼，我也无需隐瞒太久。等到我在百川汇海3000州天才大战中胜出，自然会让他们知道，独占鳌头的是什么人。你能不吹牛吗？我是谁？未来注定要灭天国，平冥土，除仙殿，杀进广袤无人区。
了悟一切根源与秘密的至高存在，赢一个区区3000州天才大战，怎么能算吹牛？这世界远比你想象的要大，连仙骨都被生生葬下，成为了过去。你也不要自视太高。仙骨？莫要问我，我也不知究竟当年发生了什么。那你说的挺严重的样子。算了，话说你打算如何应对3000州大战？寻一种可以越共鸣的青火焰。做好点燃神火的准备。我在火州见过一种神火，青碧如玉，绽放天穹，散发月华。能不能与月共鸣，可就不知道了。那应该就是仙骨纪元清月真仙陨落所留的清月焰。你能告诉我清月焰的位置吗？不行。青衣师妹，我等赶到仙池异洞过来查看，你可碰到什么麻烦？过几日我亲自带你去寻那清月焰。我无事。如果青色火焰是清月焰，那后来出现的又是什么火焰？那9条龙和青铜古棺又究竟是什么东西？这老头去过那么多大教派，翻遍古书，对这些东西定有所了解。道主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知道9条龙与一口青铜古棺的事吗？你见过9龙拉棺？有戏，不过这老头臭名昭著，还是得藏着点说。方才在天仙书院听一些奇才讨论此事，所以便来请教一番。此棺名为3世铜棺。只听人说他得到了至宝3世铜棺，也有说他发现了至尊殿堂。关于这东西，我了解的也不多，但却知道它极为恐怖神秘，起源于仙谷。又是仙谷。我师门道统内有位无上老人曾追寻此棺多年，可当他最后打开铜棺，却遭受反噬，道基受创。可惜无上道统至此断绝。我只知道岁月悠悠，整片仙谷都被葬下，如今只剩下这9龙拉棺。看来此棺是老头这一脉的心结，还是等老头子平静平静，再告诉他具体消息吧。道主了不起，这么隐秘的事儿都知道，那你一定也知道降服稀世神焰的办法，对不对？再想突破，需点燃神火，修出神性，至此方可算踏入神火境封神。看来你是发现了可用来晋级的宝火。3000州天才大战临近，我这不是在早做准备吗？也是，身为我至尊道场的传人，理应如此。这次你如果不能在3000州大战中进入前10，就自行了断吧。前10而已，你看不起谁啊？唉，莫要狂言。上届3000州，英才无尽，天骄无数，想进前10，谈何容易？
那仙殿传人帝冲，号称傲世同代，我也定能镇压。何况其他人？你是我至尊道场的传人，击败仙殿传人理所应当。但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到底会有什么隐士高手参加？说得这么凶险。3000州天才大战，每隔数千年或上万年就会举办一次，其中蕴含无穷的造化。若有机缘得到某种东西，很可能就由此不朽，傲立万古绝巅。为了争夺这样的机缘，从古至今，不知多少年轻至尊自愿封于冰山雪窟之中，一次又一次参加着3000州大战。据传，有人甚至曾夺冠10次。不论其他造化，只此一项，便可隐约养成古今第一人之势。你的意思是，一群历史上的天下第一，这一次都要出来和我争第一？可不对呀，我听说3000州天才大战只有尊者境以下可以参战，可参战后那些人难道还不点燃神火？怎么能重复参赛？凭大义理，不断自废神火境，再重修巩固，有些人甚至重修了数次，其神道根基稳固异常。我倒要让他们知道，谁是最强者。好，不愧为我至尊道场的弟子。若你遇到真正最强的宝火，什么御火术、驯火法等小道都没有用，最主要的是学会和他沟通，得到他的认可。拿去参悟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传承于仙古纪元的一道法诀，可以一传古语，古时为祭祀所用。你学会了它，就可与各种古火沟通。我本还想为你寻大赤天火，如今既然你自己有了神火的线索，我就不掺和了，去好好参悟吧。我可没说是要给自己找。哼。那么严肃干什么？我一定会助你成功的。就在这下面。原来此地还有这样的裂谷。我本以为火州草原上最大的秘密是那处蕴有七彩仙金的仙矿。走吧。这是仙古遗迹，往事成尘，多少辉煌盛世都葬在了岁月中。我之前就是在此地遇到了那蛊火，不知道今日能不能再遇到。今晚的月色怎么如此朦胧柔和？就是他。没错，就是清月宴。你别转过来！这力着实惊人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别乱看，盯着清月宴。你别轻举妄动，我试着和他沟通一下看看。
烧掉我们的衣服，是为了警告我们不要乱来，更不可以用手指他，这被他视为挑衅。若不挑衅，他并不抗拒你，但要如何收服他，还得你自己想办法。你是用那通义符文与他交流的？我在补天教之时也学过此秘法，我来试试。他同意了，我可以尝试说服他了。你为我护法。你做好准备，我去收清月宴了。看来就要大功告成了。不知道我能不能用这种办法收服那道更为神秘的蛊火。先天精气在燃烧，糟了！坚持住，我会为你补充真元。要成功了！又来补充真元。这是当年的清月女仙，怎么好像在那识海中所见的那个？坚持住，绝不能放弃！青衣，我可能失败了，怕是要被焚成尘埃。不，我不会让你死！
别过来，走。久别的梦在回忆流浪，月华洒下起舞落成霜。迟来回老叔，这一道峡口而已，便伤我至此，情谊怎么承受得住？曾经少年路春风满上，风曾火望。孑然身影落寞饮茶凉，行走八方。我此生不再遥望远方，愿你安乐把我遗忘。若相逢不安，旧梦月光。不要放弃，青衣。茫然辉煌，就让孤独流萤替我思量。谁念西风多自凉，知道是寻常。夜雨换旧十年多向往，蝴蝶落苍穹，已不散锋芒。之后再无故人一起酣畅，谁念西风多自凉，知道是寻常。夜已换旧十年，却相依那月光。青衣，醒醒！你醒醒！不能睡！我说过会助你成功，不会。我看着你陨落，有种冲我来！这战役的防御力真是惊人，哪怕面对着稀世国火，也能隔绝其大半威力。有他护持己身，定能助你守护着稀世国火。
成功了。看够了吗？你怎么看上去变得洒脱了？莫要谈我了，你要记住，若是在3000州天才大战中失败，你一定要静下心来积淀，相信自己，日后一定会崛起。你怎么样了？好些了吗？只是法力消耗太多，有些累了而已。我是觉得，以你的天资，将来注定会有一世辉煌，所以才嘱咐你重视修行。所谓红粉骷髅，便是风姿绝代，也有归于黄土的一天，怎比得上超脱世间的大追求？怎么感觉得了稀世蛊火后，你有些出事了，想要离尘而去一般？得到清月宴的那一瞬，我忽然觉得，红尘一切如过眼云烟，终将消散。只有超脱，才是唯一的路。是要在此基础上悟道，然后再踏出自己的路吗？说不清，道不明。传言这清月宴为真仙遗留下的蛊火，以它为道种，点燃自身，让我能站在前人肩上看得更远。好像唯有如此，日后才有超脱的希望。为什么要用他们当作火种？就不能以自己为道种吗？你想想，若是以一粒沙、一株草、一棵树、一座山等有形的物为参照，以整片山河天地、日月星辰为火种，那才是属于自己的道。何人偷袭？仙古年间，言法论道之时，若有惊人之语，偶有天雷降世。可如今，连正常的天劫都早已没有了，刚才怎么会？总之是我倒霉，莫名其妙遭了雷劈呗。很多人寻不到稀世宝火，甚至什么神验都得不到，才会自然己身。可我觉得，这才是正确道路。天地万钟齐鸣，这是各大古教、道统在昭告天下，3000州天才大战就要开始了。仙古造化，遗存至今，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。你个败家子，将绝世天火都送人了！那可是仙种，仙种，多少教主追寻多世都不可得的仙种。送都送了，
大不了再找找别的呗。你3000州天才大战眼看开启，别说那些风于冰山境地的历代第一了，就是当时的年轻奇才，也都会寻到稀世宝火，进去后就会点燃而成神。你拿什么抗衡？怕什么？我都说了，那些人加一块都比不过我。不知天高地厚，没有蛊火仙种，你连进前100名的希望都没有。唉，看来我还是得豁出这张老脸来，给你把大赤天火夺来。哼，去练89天功。那个小破山门应该就在附近。那位大师兄打伤陆师弟，恐吓柳师弟，今日绝对不能放过。天人族的道友今日做个见证，我们只是讨个公道，可不是仗势欺人。敢问道友，你们天仙书院的山是会自己跑的吗？已然临近神火境了，这关键性的一步究竟该怎么走才对？还有，晚饭到底吃什么呢？就是他，那个破山门的大师兄。我天人族今日就带天仙书院的道友收了你。天人族，回去告诉天人族，我就在此处等着，来一个我揍一个。昆莫兄，传闻名为荒的少年魔王曾在天人族搅起风云，不知是真是假。那人倒是去过天人城，不过没什么了不起。我虽未亲眼见过，但听说当时若非有人求情，我族英杰直接就将他击杀了。我倒听闻是天人族觊觎他的宝术，恩将仇报。谣言，这是在诋毁我族。此人不过是浪得虚名之徒罢了。可我听凤舞说起过，他曾在元天秘境内见过荒杀明子，斩太阳神藤。如此战绩，怕是并非浪得虚名之徒吧？昆梦师兄，师兄，外面有个小破山门的大师兄，竟敢挑衅我天人族，还扬言是要是我天人族的人，他看一个揍一个。何人这么大胆子？带我过去，今日定当讨个说法。何人这么大胆子？带我过去，今日定当讨个说法。这么个小破山门的人，也敢扬言要打天人族？此地早已衰落千年。不过，不知道最近从哪儿冒出一个不守规矩的极品，自称什么大师兄。哼，废墟配废物，倒是应景。天天背着大山跑来跑去，撞坏了山还要被老头子数落，气死我了！可有人在？给我滚出来！好什么？放肆！你知道在跟谁说话吗？去将你门中尊长叫来与我说话。这服饰装扮又是天人他的冬天怎么会如此奇怪？是啊，还能禁锢对手，没听说过此等功法呀。这位道兄，说话请不要这么粗鲁。我说过，天人族的家伙来一个我揍一个。请问你们跟他是一伙的？不是，
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是来瞻仰至尊道场圣迹的。那可有人知道他的来历？嗯，我乃天人族当世六劫昆墨。怕了吧？可惜现在后悔已经晚了。这小破道头得罪了天人族核心弟子，若是由此引出天神甚至教主级的高手，怕是要被灭门啊！那夏季云溪不过是融合了天命石，就将我挤出了六界，今日更是连族中大事都不再通知我。哼！现在就是请你的师长出来道歉，都没用了。是吗？那该如何做呢？下跪！好啊，我成全你。等我天人族六劫齐至，定会再来登门复仇。以你的性格和如今的实力，那几个家伙应不会耽搁你太多时间。道主，何事？我身上有些秘密。谁还没有秘密了？有正事没有？我的意思是，其实有不少古教都在寻我。你知道？不然我带你回来做甚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至尊道场的记名弟子。既然知道我是谁，那我可就没什么顾忌了。道主，我想去平掉天人族在外的道场，不算惹祸吧？不算，去吧。荒，这个名字不错。拿着这个，这是天人族的矿场分布图。多谢道主。怎么会有这么多真神？这与图上给的信息根本不一样啊！无需紧张，发现奇石的消息为族中隐秘，尚未传开，不会有什么敌人来袭的。唉，希望如此吧。这盼着天神大人早日到来，你我也好卸下这千斤重担。至宝难得，谁让这奇石太过珍贵？就算让你我运回族中，你我也不敢呀。奇石，难怪天人族如此重视。我说夺走此奇石，可比捣毁神矿有意思多了。看来他们早已疲惫松懈，那就趁此机会。
找到了。只能冒险引开他们吃神。好重，简直比山还重。不过我背着山到处跑，可不是埋练的。小贼！小心呐，别损坏了气势！速速开启法阵，别让他逃出去。缩地长存神通都没有传送出去，看来是有人施加了禁制。天地母气，这东西可滋养生灵，也能造就无上瑰宝。若是凝聚足够多，甚至可以当仙料用。这气势缭绕此气，莫不是在滋养什么神圣之物？小贼，胆敢行窃！哼！哎呀，谁怕谁？啊！处！哎，果然是个好东西。小贼，快放下天地奇石，然百条性命也不过属你之罪！哼！快拦住他的去路！哼，哪里来的小子，竟能溜起来，倒是有火。哼！留下！不会毁了吧？这东西也太脆了！暴铁天物，快放下天地奇石！看来陀螺的并非主题。分逃这么久还没跑出去，应该是有法阵在误导，对自己闯条路出来才行。走，这石壁上也有守护阵法。趁机轰下他！哼！要不是有神没神符，刚刚那些怕不是要生死道消了。一块能轻易击碎我法术屏障的石头，还有5枚神符，看样子是没可多次使用的守护神符。好东西！
本会起誓，可记住，小心点别碰碎了。这里机制变薄弱了，全力冲出去！小子，再敢逃窜，休怪我下杀手！天生法器，豁出去了！就算是毁了这枚守护神符，也得逃出去。叶平，这劫杀最大大犯，怎么反倒越来越重？他逃不动了。快计法稳住！不是吧？真毁了！看来这才是那奇石的真正核心。刚一出世就爆裂出那么大能量，不知是何宝物，一定要抢到手！是破空符，别让他跑了！